那我再讲一下料理鼠王呢，刚刚不是有说小米跟小林吗？那他们两个其实是搭档，然后在这个职场上，就是厨房这里面闹出了很多很有趣的闹剧，是因为很多厨师会经常追着一些老鼠跑啊，对。然后这个职场我觉得蛮欢乐，所以这部电影让我印象很深刻。好恶心不要啦！人家老鼠很可爱。对啊，超可爱的。他不是那部电影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什么 slogan 吗？是老鼠是什么？老鼠。但他好可爱，他是拽着他头发在帮他移动啊，对，超厉害的，我觉得很可爱。所以这部电影让我很喜欢，它很像一个喜剧。那你可以想象有一只老鼠在你头上拉你头发这样跑。我可它很可爱吗？很可爱吗？可爱，很可爱。我自己接的话一定要接。这部电影也让我们看得出来，其实，在职场上面人很重要，就是跟你搭档的人，或者是跟你应酬的人也很重要。那这边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职场上处事比较重要，还是会做人比较重要？我觉得完全是会做人比较重要。然后处事这种东西都可以再训练，你做人失败就直接给我 out。可是我觉得处事好不好这件事本身也建立在他的做人怎么样。因为如果今天你做人的个性是好的，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有些人就是做的真的是稀巴烂，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做的超好，那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就是没有自省的能力，或者说完全没有自己就觉得自己超倍儿棒，他做事就是一塌糊涂。我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任何一点想法，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我是不是要做得更好，你只要有任何一丁点这样子的想法，基本上你就是做事不会做得太烂。但万一他就是业务很好，但他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他做人不太 OK。可是我这两种都有遇过。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基本的知识他是有的，就是做事也不会太差，但他就是整个真的很普信，你知道吗？新人进来一间新的餐厅都是会需要训练，然后就是带训的时候，他就会隐隐约约露出一种你跟我讲话就是想要从我身上学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哇，高高在上，然后就是教到一半，然后他也不听，他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然后就走掉。但我觉得除了说我们自己变老鸟去看菜鸟他们做事跟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你是新人时期的时候，你的主管是一个会怎么做人的人很重要，真的会大大影响你对，会大大影响你对这个产业的热情，或是你未来会想要什么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烧烤店，然后会有超多种肉嘛，什么猪舌、牛舌，什么松板猪什么的。然后他一开始进去了就说，今天第一天上班而已，就是不用太紧张，就是慢慢挤这样子。我们云梯车上来一排猪舌，然后就说这个猪舌，这个胸反就是这个梅花猪，然后说你不用记太清楚，就是大概知道一下。我说好，然后下一次大概过5分钟后，有一同事上来，这是什么？刚刚讲过5分钟前讲过，这是什么？然后就大概知道一下，对，大概知道一下，下次要记一下哦。对，刚刚出现了，你应该要记得。然后就好的，他人其实真的蛮可爱，只是我就觉得。有些新人真的是有时候真的会白目到你真的会我发现现在的新人好像已经不太会做人了。现在都是蛮草莓。对，因为我有听我朋友一直在抱怨说，他们店里面来的都是那种15、16岁的，然后他们会在很忙的时候坐在前台那边玩手机。真的，然后很多对，然后还会拖地，然后洗什么都超级慢，然后都会开始抱怨。对，他们就最会讲，他们嘴巴超厉害，从老板开始怪下来。对，然后总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对，然后不会做又不问。你会做事的话，可以让你在这个产业里面走得蛮快的。就你一开始可能会比别人更快拿到可能更高的职位，但是你要做的久，你一定要会做人啦。没错。对，真的好有道理。目前人员就是这样吗？日久见人心，真的日久见人心。那我们店就是有一个人，他真的很怎样？很荒谬，很荒谬，嘿！雷人就是首先呢，他就是那种，就是他觉得自己做的倍儿棒那种，他其实是稀巴烂这样子。荒谬的人那么多，比如说小卷好了，他就是我就叫他一次，他说好，然后就开始出一个小卷，然后结果他就是到点了，然后他也没有交接，他说我下班了，他就走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是怎样，然后我就走过去看他的小卷，然后有2盆，一盆是好的，一盆是还没好的，
然后我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你知道餐饮业的过年会非常忙碌，就是很恐怖的那种忙碌，超爆炸那种忙碌。所以在过年之前，就是我们这种需要备餐的，就是要很毛起来备这种。在过年前2天吧，就那天是正要疯狂备餐的时候，那天他上早班，然后旷职，整个人消失踪了，就打电话是手机是关机的那种情况。后来有出现吗？就我们店长一开始是很生气，因为他那天早上给他打班。雷到其他人就算了，雷到店长，哇哇！后来就是越来越担心，因为完全没有消息。我说，他会不会上班路上出什么意外这样子？他就翻那个人事资料表，找到他的电话，然后就打过去，然后接了。他说：“喂，请问是某某某吗？”那个人就说：“不是这样子。”过没几分钟，他就自己赖我们店长说：“店长，你刚刚是不是有找我，还是怎样？”他还敢打回来。然后他店长就说：“你的手机号码是09怎样怎样怎样，就在那一串就看着那一行念出来。他说：“哦，对啊。”他说：“可是我刚打过去，那个人说不是你。”好尴尬。然后他就说：“就是可能我的手机有一点问题，有时候不是我接。”这也太荒谬了吧！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为什么今天没有来？”他说：“哦，因为我是卧底，然后我的朋友是卧底，然后他朋友出任务的时候。”什么意思？怎样？我他的朋友出任务的时候挂掉了，然后去送他。你好厉害，我快吐了。他是一个很荒谬的人，他其实是应征编剧吧？这样就是保持了一点尊重。他说哦好，那你朋友在哪间医院？你这店长也是很会真的是他就说哦，就是北投的某某某医院，然后这样去 Google 真的有这间医院。而且卧底的那个位置可以随便告诉别人吗？他是卧底，然后直接真相了，直接大公布，我是卧底，我不演了这样子。就他那一天旷职的当天晚上，然后还有人打电话给店长，他说：“喂，你好，我是某某某的上司。”然后他是卧底，这戏要做全套。他说：“很希望他可以继续在你的店里工作。”然后店长还就是又保持那个尊重的态度，他说：“那你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吗？”这样子，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证明，因为我是卧底。”这样子。店长要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就说：“那为什么是我们店？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打工？为什么一定要卧底在我们店？”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因为你们时薪比较高。”新人也太荒谬，但我知道老人好像也很荒谬。我真有遇过一些老鸟，真是蛮荒谬的。因为我们是烧烤店，我们会等客人桌上东西吃完，再把那个单子拿回去。但这样其实不太 OK， 因为毕竟烧烤店吃到饱就让大家吃到饱，而我们就是很多人都吃不饱。因为烤炉就一个烤很慢，然后重点是我们还会压单这样子，然后就有时候客人点比较多，我们单子就比较晚回去，客人就会问说：“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单子可以回来吗？我们想要点下一轮。”然后那控场走过去，然后他就看了一下，他说：“桌上肉先吃完，然后就走了。”然后不然就是那种客人什么汤匙掉地板，然后就是通常不都是要换嘛？那个老娘就会说：“那是他自己要掉的，晚点再帮他处理就好了，不要理他。”我说 ：“Oh my god！” 虽然小米呢是一只老鼠，但是呢，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职场上能够发光发热。然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所有打工打到快死掉的朋友。我们酒吧，我们下次见。Cheers。